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2026年标记为美国治下和平走向终结的起点。这话听起来很大胆，但是背后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中东局势、石油贸易、美元地位、美债压力、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，几条线索拧在一起，正在形成一场足以撼动整个金融体系的大博弈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它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。过去10几年，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，石油是用美元结算的，各国赚了美元再去买美债，美元回流到美国，美国靠印钞和发债维持着它的全球霸权。这套体系呢，就是俗称的石油美元体系。美国之所以频繁地介入中东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守住这套最核心的利益盘。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。2022年，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那一刻，很多国家突然意识到，美元不再是绝对安全的资产，而是可以随时被没收的工具。从那以后，全球去美元化不再只是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。而这次中东局势的升级，更是把这一进程直接加速。这场全球博弈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关键力量，他们各有各自的诉求。首先就是美国，他想保住霸权，守住石油美元体系，维持军事和金融的双重主导地位，尽可能的让全球继续用美元买美债。然后是中国，希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获得稳定廉价的能源，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上有更多的话语权，并且尽量的避免直接卷入战争。然后是俄罗斯，手握石油、天然气、军火和大量的大宗商品，它急需绕开美元结算体系，正在扩大与多国的本币交易。然后是伊朗，不需要打赢正面的战争，它只需要维持施压全球能源的通道，让世界经济疼到不得不妥协，同时争取安全保障。然后就是海湾6国了，像沙特、阿联酋等等，他们一边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，一边呢悄悄地增持黄金，靠近人民币两头下注，为后美元时代做准备。然后就是普罗大众，油价、物价、工作、养老金、股票账户，所有财富都被夹在这场大国棋局中间了。但是很关键的是，除美元之外的几个大玩家没有选择正面硬刚美元体系，而是悄悄构建了一套备用系统。伊朗控制着全球1/5的石油运输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，只要海峡持续紧张，全球能源价格就会剧烈波动，经济压力会快速传导到每一个国家。而伊朗、俄罗斯、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互补的拼图。伊朗掌握着能源通道，俄罗斯提供能源供给，中国搭建人民币支付网络。很多人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很难，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呀。但是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一条绕开美元的路径，就是用黄金做中间媒介。大致的流程就是国家卖出美元，买入黄金，用黄金向中国换取人民币，用人民币向伊朗购买石油，船只就可以安全通过海峡。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间接参与石油与黄金的定价，美元的核心地位被悄悄削弱。数据也在印证着这一点2022年之后，沙特等海湾国家通过瑞士大量买入黄金，美国一度最大宗出口商品成了黄金，多国开始用黄金部分抵消贸易逆差。石油市场每年的规模大概是4.1万亿美元，而黄金市场呢，仅仅有大概4850亿美元，也就是说，石油市场的规模是黄金市场的9倍。这就意味着，一旦石油贸易大规模的转向黄金人民币定价的路径，那么黄金的需求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，金价长期走高几乎是必然。但是这场冲突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油价涨了，而是它会把亚洲货币先撕开一个口子。因为油价一旦飙升，最先倒霉的还不是产油国，而是那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又缺乏贸易顺差缓冲的经济体。印度卢比暴跌了 9.9%， 创历史新低，韩元贬值了 3.84%， 逼近了1600的关口，泰铢下挫了 4.81%， 而人民币呢逆势升值了 0.35%， 新加坡元波动呢仅仅是 0.2%， 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幅 1.2%。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锁超过了3个月，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，届时韩元就可能会跌破1600的关口，印度卢比会跌破100，泰铢会跌破35。
你会发现呀，亚洲货币这次并不是一起跌，而是开始分层了。谁更依赖外部能源，谁的经常账户更脆弱，谁更容易被外资撤离，谁的汇率压力就会更大。日本、韩国几乎完全依赖石油进口，依存度高达99.7%和96%。印度85%的石油需要进口，油价每上涨10%，泰国进口的成本就相当于 GDP 0.47%的支出。而中国则不同，72%的石油依存度看似呢也不低，但是中国的进口来源多元化，其中俄罗斯占了17.5%，沙特14.2%，巴西12%。中俄原油管道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，陆路通道保障供应稳定。其次呢，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关键的缓冲。中国1月份的贸易顺差呀，达到了828亿美元，为汇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。而印度经常账户的赤字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.8%，市场预期还会恶化到2.2%。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表面上堵的是油轮，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货币体系的抗压能力。我们再回看美国啊，外部秩序在松动，美国内部的经济压力也已经绷得很紧了。首先就是它的私人信贷体系出现了规模高达9.4万亿美元的私募信贷市场，面临着集中赎回的压力，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大跌。第二就是它的就业市场疲软，美国私营部门啊几乎是零净新增就业，企业借着 AI 之名大规模的裁员，冻结招聘。第三个就是美债失控，美债的增速已经远远超过它的经济增速了，财政负担越来越重。第四呢，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在飙升，长期美债利率上行，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提高。第五呢，就是中东局势随时引爆通胀，油价一旦持续大涨，美国将再次面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。那更危险的是它的财政数据啊，2026年2月，美国的政府刚性支出已经超过当月税收的30%了。战争开销、军费扩张还在更大的后面，它的债务压力呢，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啊，几乎所有的机构都会压住美联储会降息，经济会软着陆，但是结果呢，似乎恰恰相反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，背后的逻辑很残酷。全球投资者看到美国的财政失控，地缘冲突加剧，不愿意再以低利率持有美债了。欧洲、英国自身能源吃紧，开始抛售美债换取现金。于是美债被抛，它只能用更高的收益率来吸收买美债的人，那美国的融资成本就更高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。而美债收益率一涨，股市的逻辑也会被颠覆。既然无风险的收益率能达到4%或者5%，那么资金为什么还要冒风险买股票呢？资金从股市转向了债市、商品、黄金，早晚是时间问题。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，过去的20年，每当信贷利差大幅走扩，而美股还在高位的时候，随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美股的大跌。现在呢，这一幕又在重演。我们再来看美联储啊，美联储的2大使命：稳物价、保就业。现在它是左右为难，如果它降息稳经济、保就业，那么就会油价推高通胀，货币贬值加剧；如果它加息抗通胀，那么就会导致美债崩盘，经济硬着陆，甚至引爆金融危机。这就是典型的滞胀陷阱。那么世界的未来会如何演变呢？结合当前的局势啊，全球经济大致有3条路径。最佳的情景就是冲突马上结束缓和，伊朗获得安全保证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畅，油价回落，美联储获得降息的空间，股市反弹，经济暂时稳住。但是即使如此啊，去美元化、多极化的趋势也不会逆转了，美元霸权只会一步步的弱化。第二种中性偏坏的情形呢，就是冲突会继续持续数周或者是数月，那能源通道长期会受阻，欧洲、英国债市出现问题，各国抛售美债换取现金流，美股大幅下跌，信贷危机爆发，出现类似2008年式的动荡，现金、黄金会成为相对安全的资产。第三种呢是最差的情形了，就是这个局势长期的失控，美债收益率飙升到美国政府无法继续承受，美联储被迫大规模的印钞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，那这就会导致全面的通胀发生，油价、粮价、房租各类商品全面上涨，形成高通胀加低增长的滞胀格局，纸币购买力缩水，只有黄金等稀缺资源能够保值。
不管最终的结局走向哪条路啊，有几个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。第一呢，就是全球的货币格局正在改写，美元一家独大的时代正在落幕，黄金的战略价值会越来越高。第二，未来几年啊，资产的波动会远远大于过去的10几年。第三呢，就是过度负债、高风险投资会变得非常的危险。从个人配置的角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几个理性的方向。第一呢，就是适当的提高现金和短债的比例，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。第二呢，是分批配置黄金等硬资产，作为你长期的压舱石。第三呢，减少高估值、高杠杆、高波动的资产。第四呢，尽量清理消费贷、信用卡等高息的负债。第五呢，适当的储备必要的生活物资，应对可能的供应链波动。我们当然不必过度的恐慌，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思维。我们这一代人啊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旧的秩序在瓦解，新的秩序在形成。看懂趋势，才能够少踩坑，收好财富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